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经典射击游戏《雷电2代》。昨天呢，给大家录制更新了1到第4关，今天是第5关到第8关的流程。游戏呢，一共也只有8关。开场呢，咱们的武器已经满了，采用的是红色加紫色的组合。这个组合其实输出是没有带蓝色的组合高的。这样，如果打到最后一关的时候，我应该会换一下火力。但是紫色的这个激光武器呢，人气比较高，看起来很粗。不过输出方面呢，它是明显没有蓝色高的。第5关的场景叫做核能工厂。每一关的场景我都会给大家介绍的，包括 BOSS 的名字。咱们的副武器也是满的。这个副武器我是不打算换成 M 了，因为 M 的攻击力虽然高，但是呢，它不具有跟踪的效果。紫色火力打一个精英怪都要打半天的。在本关我还能去捡一下空中漂浮的这些道具，第6关之后可能就会选择性的去捡了，因为敌方的武器的指向性非常明显，贸然的捡这些东西呢很危险。同时，游戏是一个卷轴比较宽的射击游戏，所以说咱们在左右切卷轴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尤其是像这种下面的地形有高度差的，可能敌方会从下面钻出来，这些坦克呢经常性会放冷枪。我相信当年玩这款游戏的小伙伴90%都是挂在这些冷枪上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前方来的子弹呢，都能够观察到好躲，这种突然性的就比较难处理，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挂的。而且这个紫色的武器其实有一点喧宾夺主了，画面上都看它了。有的时候呢，发现它的拐弯的轨道非常奇特，你比如说现在。我一个分心就吃到了一个黄色的 M 导弹，打 BOSS 的时候呢，如果贴脸输出，这个导弹还是比较有优势的，攻击力稍高一些。但是啊，我是很少勇于和 BOSS 杠正面的，都是躲得老远。咱们的炸弹数也比较多，有的话就放啊。本关的 BOSS 呢，2个形态，叫做黑鸟，是一架战斗机。1形态打爆之后，它会开启2形态。好，出现了。这个形态我就多用炸弹炸了。看起来不难。但后面这种散弹呢是比较难躲的。看起来不难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攻击呢，前期算是比较有规律的，它不是指向性的子弹，纯粹呢就是有自己攻击模式的。现在在正面就比较安全。最害怕的就是敌方的 BOSS 或者场景上有2种以上类型的子弹，有固定模式的，中间再夹杂着这种指向性非常明确的，就是打你来的，那就很难处理了。好的，第5关打完之后呢，咱们在地球战场上的战斗就结束了。从第6关开始呢，要去宇宙了，所以说要把自己的飞机发射出去。这个在1代的时候呢也有体现。但是本作的剧情呢是发生在1代的3年之后，
外星人呢不甘心失败，又来入侵了。打飞机的游戏搞出剧情来，我觉得不是很必要吧。所以说这款游戏的官方的设定的资料也比较简陋，我能查到的部分也十分有限。好了，发射了，来到了第6关。第6关呢是小行星带，但我怎么感觉这辆飞机刚出大气层呢？两个飞机可以操作的时间还不一样。蓝色的呢，首先可以开始操作，然后是红色的。第5关的流程算是比较长的了，因为中间还有一个过场，后面呢会快一点。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，2代的两个飞机如果重合的话呢，它吃道具的优先等级不一样。都是蓝色的飞机捡到，那1代就不一样，1代是红色。第6关呢，前面有一个隐藏，它的隐藏的机制啊，我觉得一般玩家是发现不了的。有一个红色的水晶，这个是敌人的中控了。那你在打它之前，需要把它边上的所有的炮台都拆了。这个我感觉就很困难，因为武器方面啊，我根本是控制不住我自己的。所以说，你想要留着特定的目标，不消灭它，真的是太难了。类似的隐藏呢，前几关也有，基本上玩家是达不到的。你比如说第3关。需要留着一个白色的箱子，然后用敌方出现的第2辆坦克，它会自己去撞它。在这个期间呢，你几乎是不能攻击的，这个真的是太难了。咱们现在所在的场景呢，下面你可以看出来，地形呢是有高低差的。这种高低差的地形的交界处，你就要小心了，很有可能会出坦克的。而且呢，出来的时候肯定就是一枪。果然，这个地方出现了，而且不止一个呀。那里有一个蓝色的徽章，蓝色的徽章呢加分比较多。1代的时候还没有这种颜色的，2代有了。这3个我都不太敢捡了，这敌方的子弹太快，不捡就不捡吧，反正咱们火力现在已经满了。高手的话肯定不会错过一个的，不仅是这些道具，包括那些徽章都是。这个咱们这些普通玩家是做不到的。吃道具的话是2P 优先，那用炸弹的话也是2P 优先。咱们现在有8个炸弹，这真的是足够了。本关的 BOSS 是一个坦克。这个坦克非常的特别，因为上一期也给大家介绍过，在 PS 平台94年出品了它的移植加强版，准确的说是它的加强版的移植。那个版本呢，这个 BOSS 是从后面出现的，那很容易就阴到玩家了。这个 BOSS 叫做石墨坦克，它的造型实在是太猥琐了。前面的炮管很长，哇，这个子弹很密，所以说我一直都蜷缩在屏幕的下方，找到机会去扔一个炸弹。好的，干掉了。2P 的炸弹已经扔光了，好在后面还会捡到，咱们还有2关通关，现在有5个炸弹，起码还能捡到4个。
每关呢最少还可以用3个。第7关的场景名称叫做恐怖战舰。这个战舰的头部是一个卫星，这个卫星就是本关的 BOSS。出现了新的种类的敌人。紫色的激光呢，我也就是用最后一关了。下一关呢，咱们换成红加蓝，自古红蓝出 CP 嘛。这个场景其实和1代的第7关是非常非常像的。1代的第7关是一个空间站，场景一度非常混乱啊，东西我也不大敢捡。就是小心一点，都第7关了，这个时候翻车不值当啊！为了5000分，不值啊！本关的流程应该是不长的，因为整个这个战舰它的造型就这么大，走到头部呢就算是 BOSS。这种导弹要快点消灭，它是可以分身的。这里的这个是个小 BOSS， 小 BOSS 用紫色武器打起来就打半天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看起来更厉害一点，但是脆呀，它的那2个炮台好像发射的子弹特别多。应该是快 BOSS 战了。这种飞机没有什么危险，它的子弹呢能打碎。还成，本关的难度客观来说是低于上一关的，因为地形上呢没有太多出现坦克的地方。好多炮台啊，看起来已经到了这个战舰的头部了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的名字就叫巨型卫星，身上有很多的组件儿。好，我已经开始放炸弹了，又来一发。黄色的炸弹是本作新加入的要素，它的护身效果要好于红色，但是输出呢就乏力了。这个 BOSS 的子弹就好躲一些了。打完，这样咱们进入最后一关。最后一关的场景名字就没什么悬念了，叫做敌军总部。我准备换成蓝色，这下没凑上去，第2个才吃到。那现在这个蓝色的子弹呢，大家观察一下，它没有和1批的红色子弹发生碰弹。这个玩家其实是可以自己调整的，
那现在的攻击的频率呢？既然这2个子弹没有撞得太狠的话，咱们可以打 BOSS 之前，故意先停止射击，然后呢你再次开枪，就很容易引发了。大坦克好疯狂啊！他发射的子弹就是也不瞄你，就是满天的扔啊！刚刚飘走的那个红色的水晶，应该就是外星人的中控了。好，我切换了一下攻击的频率，你看现在开始了擦弹、撞弹，这个攻击就很高，输出比紫色的激光要强多了。但既然紫色呢是本作新加入的武器，咱们怎么也给点面子是吧？在本期呢录制了3关。好，这个地方已经可以看见最终 BOSS。这个紫色的突出的部分就是，它呢叫做避难所。我身上有3个红色的炸弹，应该会都赏给他。后面看看能不能再捡到了。这里呢，如果你用紫色的武器，要打很久的。好，放了一个黄色的，这个地方给我逼到角落了，我又放了一个。然后呢，3枚红色，打他的弱点。好的，这样打完，5发炸弹啊，都扔在他脸上了。这样就通关了。通关之后呢，街机版又会回头重新打2周目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经典射击游戏《雷电2代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